多謝。唔該晒。呢排有啲熱氣，要飲涼茶。你叫咩拎個波啊？呢個唔係波嚟㗎，呢個係球，熱氣球。冇笑咩？呢排成日聽人話香港係雞棚之都，乜都臨時頂住，表面風光，實際空心。咁樣你話你放氣球，你放風箏啊？你突然間話香港人好似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見證一次雞棚爆煲出現。等等先，就算真係有雞棚，又係咪香港獨有文化，定係全世界都有？ Guilty verdicts in the biggest case of corporate fraud in history. Lehman Brothers is going bankrupt.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ryptocurrency exchanges collapses. 呢啲外國例子又算唔算雞棚？外國有冇人用呢啲字眼呢？究竟係香港人天生貪心，鍾意呃人，先至覺得雞棚特別多，定係背後係一種全球普遍存在嘅短視文化？只係香港地方細，信息集中，雞棚爆起上嚟特別顯眼呢？今集我哋就一齊睇下咩係搭雞棚，唔係呢啲搭棚啊，係搭雞棚。其實你知唔知咩叫搭雞棚？嗱，坦白講咧，第一次聽呢個 terms 嘅時候咧，我係以為係一個地方好多女性工作者嘅地方咯。咁但係後尾 check 咗啦，呢個字唔係咁解嘅。雞棚咁樣呢個中文字好唔吸引啊，好奇怪啊！如果用英文講咧，就譯好多啦。House of Cards 。所謂雞棚原本就係舊時香港大量新移民冇錢起樓，只可以用木板、鐵皮臨時搭屋，好似養雞棚咁，想用嚟遮風擋雨，但一吹就散。慢慢雞棚變成一個比喻，直接啲講就係做個假局引人落搭，即行騙。要行騙就唔可以咁直白咁話，喂，各位水魚，我擺明呃你㗎啦，所以就一定要搞一個似模似樣，但其實空心嘅局引你落搭。講到香港歷史上經典嘅大雞棚，就一定要數到80年代嘅佳寧集團。當年主席陳松青靠做假數行賄銀行，將一間細公司炒到天價，又有地產又有酒店，被譽為香港神話。但其實全部都係空殼，最後爆煲，負債幾十億，搞到幾萬散戶血本無歸。呢單案成為香港金融史上最轟動嘅大騙局。依家睇返都仲係覺得好震撼啊！而電影《金手指》就係由呢件佳寧事件改編而成，將雞棚文化搬上大銀幕。你估有時會變成點啊啦？近年香港雞棚事件頻頻上演，熱氣球嘉年華原本號稱國際盛事，最後變咗放風箏節。美斯來港表演賽，宣傳講到必定落場，結果全場坐定定，引發回水風波。加密貨幣平台 JPEX 靠明星代言大力宣傳，最後爆煲，幾千人報案，涉及款項過百億，若倍安心就被指係教育界雞棚，連尖東大富豪都爛尾收場，表面風光，最後爆煲。6月嘅時候，明明好熱鬧，仲邀請埋著名前 AV 女優蒼井空嚟做嘉賓，想將大富豪 upgrade 做2.0，轉型做老少咸宜嘅娛樂場所。但2個月都唔夠就停業啦。咁可能你會問，點樣先算係一個雞棚呢？靚包裝加上好有 gimmick 嘅口號，仲揾埋 PR 出新聞，又會揾明星加持，成件事望落好勁，好國際化。最誇張嘅例子就係呢度嘅前身金門大廈。
80年代佳寧集團係香港最典型表面風光嘅案例，主席陳松青短時間內炒樓、收購、派紅股，鋪張到好似國際大企業，仲被傳媒吹捧為香港神話，但背後全部靠假數同銀行借貸，完全冇穩定基礎。1983年樓市一轉，即刻爆煲，負債超過60億，股價歸零，幾萬散戶血本無歸。佳寧案正正顯示咗香港雞棚文化表面風光，其實空心，一觸即潰。背後冇足夠資金、專業同技術支援，令到好多時實際 deliver 出嚟嘅嘢，往往追唔上佢哋嘅包裝。呢間公司係連香港正式註冊都冇。JPEX 就係近年最典型基礎空心嘅雞棚，表面睇落好似勁國際化，鋪天蓋地廣告、明星代言，仲有 OTC 鋪頭，但實際上冇牌照、冇銀行託管，全部資金都係平台自己控制，毫無監管保障。2023年爆煲之後，2000幾人報案，涉及款項15億，證監會公開澄清從未發牌，外表光鮮，內裏空心，一爆即散。JPEX 成為香港新世代雞棚最大案例。好多細節未準備好，靠最後一刻堆砌，例如批文未批、供應商未 ready 或者錢未到位。嗱，而娛樂事業咧就係最常見啦。熱氣球嘉年華就係典型臨時頂硬上嘅雞棚，宣傳話有國際級星空體驗，吸引幾千人買飛，但原來批文就係準展示，唔可以載客，主辦方冇提早交代，臨場先改口話地面係樓，變相放風箏節，市民覺得被呃，網上鬧爆。呢種靠宣傳撐場，細節未搞掂就開 show，完全係香港雞棚文化嘅最佳寫照。成個局經唔起考驗，一出事就爆煲，投資者輸清，觀眾失望，主辦方走數。雷曼迷你債券就係一篤就穿嘅雞棚，銀行 sell 嘅時候話穩陣似定存，結果4萬幾人信以為真。其實產品核心係掛鈎雷曼信用，一旦公司倒閉，投資就歸零。2008年雷曼破產，迷你債瞬間變廢紙，苦主示威拉 banner， 逼到銀行要賠償。每次大雞棚之後，社會都會逼政府收緊啲監管，填補翻啲漏洞。呢個就係每次雞棚爆煲之後換嚟嘅教訓。但其實最根本嘅問題係人貪念嘅心，總係會有啲人為咗短期利益，特登揾啲制度嘅灰色地帶，想搏一搏。正所謂大有大貪，細有細貪，雞棚未必會消失，但係佢會換另一個方式再出現。嗱，心理學入邊咧就有個 terms 叫做 FOMO， 咁就係講緊 fear of missing out， 即係講啲人一見到有機會可以賺取某啲利益嘅時候，就會個個衝埋去驚死執輸，而我就係會好努力去對抗呢一個貪念，同埋呢個風。喂，做咩唔買啊？喂，今日15號嘛，限時優惠喎，買2盒9折喎。佢仲要有限㗎，佢係唔係日日都有㗎？係咁啱今日有咋。你又話對抗貪念嘅？咁嗱，呢個唔可以當係貪念嘅。咁佢冇呃我㗎嘛，佢係真係俾 discount 我㗎嘛。咁我係心甘情願咁樣俾錢佢，跟住佢再俾翻啲壽司我咯。雞棚係咪香港獨有？答案就梗係唔係啦。Biggest case of corporate fraud in history. 安然曾經被譽為全球最具創新嘅能源公司，靠複雜嘅會計手法隱瞞巨額債務，表面盈利，實質虧損。2001年，傳媒同分析師揭發造假，公司即時破產，數萬員工失業，投資者血本無歸。事件震撼華爾街，美國其後推出薩班斯奧克斯里法案，收緊財務披露同
審計監管，成為企業管治嘅重要分水嶺。金融科技公司 Wirecard 一度被視為德國版嘅 PayPal， 市值超過240億歐元，但其實資產報表造假，虛構19億歐元現金存款。2019年《金融時報》連串調查報道揭發內幕，2020年正式爆煲，事件重創德國金融聲譽，監管機構 BaFin 被批失職之後，德國大幅改革金融監管制度。馬來西亞政府成立 1MDB 基金，本意係推動經濟發展，但資金被高層挪用洗錢，規模超過40億美元。國際傳媒同調查記者聯盟多年追蹤，揭發涉及前首相納吉同埋佢嘅親信，事件引發國際司法合作，美國、新加坡等凍結資產，最終納吉被判刑，亦促使馬來西亞收緊國家基金嘅監管。瑞幸咖啡被吹捧為中國版嘅 Starbucks。2019年美國上市，2020年爆出虛構22億人民幣嘅銷售數據，靠刷單撐高業績。事件令到佢嘅股價暴跌90%，被納斯達克勒令退市。中國證監會之後都有加強跨境上市公司嘅審核，亦重創中企國際聲譽。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大雞棚，而社會都會用兩招去補救。第一就係法律，之前美國嘅 Enron Scandal 爆出之後，推出咗奧克斯法案，要求上市公司高層親自簽章，唔可以再推卸責任。德國 Wirecard 爆煲之後，就加強金融監管同審計透明度。馬來西亞 1MDB 醜聞爆出之後，就立法限制首相唔可以一手操控國家基金。第二係傳媒調查報導同 whistleblower 係最強防線，就好似之前嘅 Theranos 事件，就係靠華爾街日報踢爆。1MDB 亦係靠跨國記者追查，收緊法律，再加埋傳媒揭穿，呢兩樣嘢加埋先可以令到雞棚唔再咁猖狂。喺呢度嗰陣，你見多唔多人買報紙啊？唔多啊，我多我呃你嘅。你有幾耐冇買過報紙㗎？我諗對上一次買報紙可能係小學嗰陣咯，做嗰啲剪報啊。依家通常係喺 IG 睇新聞多嘅。嗱，坦白講，90%時間都係睇標題嘅。如果個標題真係好吸引啊，我先會睇篇新聞係講咩。我相信大部分觀眾應該都同我一樣嘅。你哋係睇新聞定係睇標題？好似我咁，留言話俾我哋知。以前香港傳媒會有大量調查報導，變相好多時雞棚未爆出嚟之前已經有人追查緊，所以公眾咧就可以早啲知情。但係依家嘅調查報導少咗，新聞平台嘅資源又不足，再加上大家睇新聞嘅耐性都少咗啊，咁所以好多時呢啲雞棚事件真係要搞到好大鑊啦，先會俾人爆出嚟。而我哋唯一嘅防禦方法就係唔好貪心，唔好貪小便宜。OK， 收工。係咪收工？好啦，我要快啲翻去啱啱嗰度。嗰個壽司減價，真係完啦！喂，咪，加翻支咪我。拜拜。